大家好，对于一个男人，通常通过一个不起眼的下意识的动作，甚至一个小动作，就能表现出这个人的内心修养和素质，或者说喜好、欲望或者心态。作为公众人物更是如此，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更容易被各式各样的镜头所捕捉、窥视。这种情况下，还不注意个人的举止和别人的观感，迟早都会成为吃瓜群众强力围观的笑柄。吴亦凡和王一博这两个同属顶流的大帅哥，都是韩流出身，最初也都是万人追捧的偶像。然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现在的王一博依旧靠着谦虚谨慎、努力和阳光，继续站在最高的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而吴亦凡却被他玩弄过的女性赶下了神坛，改名成为了吴谦，代言起了牙签。真的是世间造化，逃不出因果。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有图有真相，有赵丽颖的话就更容易对比了。请放下您手头的工作，且听我慢慢道来。如果您喜欢赵丽颖、王一博身上那种单纯率真的可爱、可圈可点的为人，就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打卡，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不曾改变过的信念和坚持。就像王一博许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满满的绅士风，以及许多充满体贴和细心的瞬间，特别是对那些他所关心的人、所爱护的人更是如此。而且他一直都没有变过，一直都是如此的坚持，笑骂依旧，岁月不改。我在414期和415期中提到过吴亦凡的爱情观，他的爱情观具体的表现就是许多大庭广众之下的对女性的毛手毛脚、大大咧咧。或许不少人都会美化理解成为一种不拘小节的表现，然而这种毫无男女界限的不拘小节却为他日后的爆瓜埋下了深深的伏笔。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早在5年前就有传闻说吴亦凡开始留意赵丽颖，亲近赵丽颖。然而相王有意，神女无心，于是很懂得套路的吴亦凡便加强了手段，花费了心机。特别是2017年的72层骑楼后，各种有意无意的小动作更是层出不穷，咸猪手的标准动作也是花样翻新。这张照片中就是吴亦凡唱嗨的时候一个小动作的大特写，他当时一把赵丽颖揽到了身边，不顾吃瓜的惊叫，甚至享受着吃瓜的惊叫，男女授受不亲的违和动作到了他这儿就成了光明正大不分彼此的甜蜜蜜了。这类不停的揩油动作曾有一段时间甚至让不少吃瓜的群众看花了眼，以为新的 CP 诞生了。特别是当一首吴亦凡亲手操刀的想你横空出现的时候，更是把这种油腻感推上了巅峰，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同时也操碎了心。现在回过头看看，实在让人感慨世间造化的万般奇妙和因果的循环。现在好了，吴亦凡貌似暖男的画皮终于碰上了死磕的对手了。因为17岁那年被他侵犯过、被他突破底线的都美竹，终于在爱恨交织之下，决心揭下吴亦凡那层隐藏许久又油腻无比的画皮了。他昨天再次发文吐槽吴氏水军的各种骚扰和黑心黑料。重磅的是，他言之凿凿地表示说，目前手里面的人证和物证可以让吴亦凡蹲吃10年的牢饭了。说句老实话，他通篇的讨吴喜文都没有太多公关公司招牌的修辞和官式的口吻，很明显都是个人情绪化的愤怒发泄和控诉。都美竹这次一个人的战斗，一个人的手笔，真实性8、9不离10了，应该毋庸置疑。为什么都美竹这次突然炸开了呢？因为
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因为吴亦凡一方也是缺了心眼儿，可以即将用钱搞定的事情，偏偏给他搞成了老鼠夹似的陷阱。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渣男吴秀波始乱终弃之后，还搞了个敲诈勒索的局，结果把自己也赔进去了。这个明显不够聪明的吴亦凡，也想搞个山寨版的吴秀波套路，想让都美竹跳进去，然后定个重判10年的敲诈勒索罪。结果被都美竹识破之后，便继续玩50万的硬塞式的栽赃。真是狗血剧情看多了，烧脑短路了。正是这份可乐的设局不成功的狗血协议，居然把都美竹的道歉文都预先拟定好了，让整个老鼠夹完美的像个小别墅，只不过外面有狱警站岗的那种。这种置之死地的小心机，把都美竹最后的温柔和幻想都彻底打碎了。不得不承认，吴亦凡的皮囊不错，靠脸吃饭的本事也不错，只是空虚的思想和肮脏的灵魂，让他在人间清醒面前最终碰壁之后，只能找那些渴望一夜成名的38线的网红下手了，包括那些可怜的涉世不深的未成年少女。都美竹的亮剑虽然属于谈判的失败，但最终却成了为民除害。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光天化日之下都从来不注意形象，始终改不了毛手毛脚习惯的所谓顶流，也就是这个吴亦凡，的确应了报应不爽的说法。特别搞笑的是，他和他的老妈坐拥着20亿的身家，却吝啬到不想花钱去消灾，几百万而已，也不过是9牛1毛罢了。这些不怕做坏事却也不想花金钱的现代葛朗台，跟郑爽一样，都落入了自己心魔所打造出来的陷阱当中去了。瞎搞贵圈，作恶多年，他们却忽略了4个重点。重点1就是上得山多终遇虎，这个都美竹虽然是一个人的战斗，却也是个只要感情不差钱的苦主。他每个月的零花都是10来万，死磕吴亦凡真的是有底气。猫捉老鼠的游戏，角色大互换，真的是很精彩。200万谈崩，跟着就谈8000万，1.2亿不行，就谈2个亿。吴亦凡这次包不住火，血本清光也是太迟了。重点2就是受害人的联盟，居然不用出面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那些被渣男伤害、摧残、抑郁、自残、人流、性病、脱发、秃头的情感苦主们，已经形成了一份血淋淋的受害者名录。随着受害者名录的不断扩大，各种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只会越来越多，让吴亦凡的人设雪崩的日子更加的近了。重点3，都美竹本人在17岁的时候被吴谦迷奸的实锤，细节很重磅，过程很糟心，人物很关键，逻辑没漏洞，已经成为了把吴亦凡踹进深牢大狱的最强一角了。到了现在，雪球越滚越大，连其中2个往年的受害者到今年居然还依旧是未成年，实在是很可怕。也就是说，那些12、13岁的小女孩，这个如狼似虎的吴亦凡都敢下手，真的是天打雷劈的。重点4，都美竹突然变身人间清醒，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因为她明白她的名节和人生已经彻底崩塌了，烂裤裆将成为她一辈子的污点，以后的老公，以后的婆婆都会纠缠这件绕不过去的心痛往事，甚至她未来的孩子也根本无法幸免。都美竹称之为公交车的孩子。这样没有退路的女人，明显也不会让吴亦凡有退路。至于都美竹把吴亦凡跟牙签进行对比，这个很污，也是吴亦凡彻底逼疯都美竹的最强的佐证了。整个事件中，
被动挨打的吴亦凡台面上没有任何的动静，几乎都是台底下的试探、交易和设局，感觉他的智商实在是不太高，简直就是进退失据，被动挨打。刚出炉的吴亦凡10点澄清，其中8点基本上都是了无新意、苍白无力的继续否定，反而其中的2点更是站在了都美竹的立场当中去了。其中第6点是封口费的讨论，先是都美竹的800万的叫价，然后是500万的砍价，跟着是300万的成交，让人目不暇接。诡异的第7点更是如此，同样是吴亦凡的老妈主动转账了50万的封口费，这些主动认衰、花钱买教训的所谓处理谣言的反常的动作，明显就是心虚和害怕的最强写照了。那些说好的法律途径呢？吴谦这个暖男捕食者，今天也是终于实现了其影响力的国际化。Chris 吴几乎一夜之间登上了全世界的热搜榜单， BBC 的标题也是够损够直接，直接说这厮陨落了。从国内到国外，事情越闹越大，现在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吃瓜群众的现实版连续剧了。现在的吴亦凡算是彻底的慌了，有没有跟着彻底的黄了呢？还要看他最后垂死挣扎的决心了。他现在除了去扮演受害者的身份，去跟都美竹摸底，去打探动静，跟着就剩下胁迫那些自身就肮脏、沆瀣一气的同谋者们，例如某个大岛，例如某个大葱等等，一同下场，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想必这些人也必然会像以前那样拼命的捞他。都美竹的一个人的战斗，以及吴亦凡的一个群的战斗，您会站在哪一边呢？欢迎您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吴谦，也就是以后就代言牙签吧；一个是吴氏，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跟以前一样。多谢您的参与。2021年1月，郑爽代孕事件，官媒自己出动了，全面封杀。半年之后，吴谦迷奸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恶劣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要求中央整顿的呼声甚嚣尘上，此起彼伏。吴亦凡如果这次成功吸引了行政力量或者说公权力介入的话，就在劫难逃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实际上，这次保时捷、腾讯、韩束、一白在内的各大品牌动作也是挺快的，已经纷纷表态割席这个臭名远扬、国际知名的吴谦了。恐怕吴亦凡的好日子最终还是会坏在他自己纵欲过度的小手上，坏在自己让雪花变黑的修为上了。有对比就有伤害，对比这个靠演技或者说靠演技风流快活的花花公子吴亦凡，靠演技吃遍天的平民公子王一博，精彩这边独好。为什么反差会这么大呢？因为他谨言慎行，因为他儒雅谦逊。王炸姐弟当年同台领奖的时候，经典的名场面就几次出现过，而且没有一次吴亦凡的出格举动，或者说没有一次吴亦凡的招牌动作在王一博的身上发生过。单单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是对着赵丽颖，虽然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一段绅士的距离感，然而细心的他目光没有一刻从赵丽颖的身上离开过，甚至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无处不在的关心、体贴和爱护。比如这张2个人得奖后即将下台的一个小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王一博距离还是远远的，但他却一直死死盯着赵丽颖的长裙的裙角，仿佛生怕赵丽颖一个不小心趔趄下来摔倒的时候，自己可以随时随地的马上伸出援手。他那相当夸张、谨慎小心的目光写满了大大的爱和关心，
看得现场吃瓜的观众也都个个暖透了心。换了咸猪手吴亦凡的话，不是大大咧咧的拉拉扯扯，就是无拘无束的搂搂抱抱，妥妥的又会是另外一番无所顾忌的暖男嘴脸了。吴亦凡在怒怼都美竹的时候拽过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那就是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想表达的是这样一句原话，那就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而这句话的原意就是说，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一片雪花都是雪崩的罪魁祸首。这个加拿大人吴亦凡，说实在的，英文的舌头会打结，中文的表达同样很挠头。或许他想说的是，那些举报他的女孩子们就像雪花一样都不清白。然而他不懂的是，雪崩的时候埋了他的正正是这些一片又一片被他玷污过的雪花。对比了渣男吴亦凡，您会更爱谦谦君子王一博吗？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大声地说出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不变，一个是更爱。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喜欢他们之间所产生出来的貌似平淡似水却又精彩无边的 CP 化学效应，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